肾切了半片儿在这儿，有点那种感觉，相对是比较圆满的耳朵。哎，那么还有这个耳朵呢，里面是反骨耳。这个耳朵呢，这个靠里侧这个地方往外翻，就是里头的这块轮廓，也叫耳廓啊。耳廓里头这个位置，你从正前方看的时候呢，它里面翻出来的部分超过了耳朵的边缘，里头翻出来的部分超过了耳朵的边缘，它就有叫反骨。我们华人一定听说过反骨这个词嘛？经常一些古典小说之中说你有反骨啊，我对你这么好，你还害我；我对你这么好，你还跳槽找别人家，对不对？这通常反骨有哪几个呢？好几个，头上也有，耳朵上最容易看到，因为头上有些女生有头发，你看不见。但是这个反骨耳呢，好几个明星是反骨耳。就是尤其是就是个人经营者，反骨耳比较多。就像比如说演员和艺术家，他都是艺术家，对不对？他经营的只是经营这个人，而不是用他自己来做出什么产品，啊，他经营个人的。就是今天说你请我拍一部戏，谈了个价钱，哎，谈完了他就跑了，你想留都留不住。谁家给钱多，我就给谁演，是不是？艺术家呢，谁给我出钱多，我就卖我的作品，是吧？他完全靠自己这个身体和自己身体表现出来的一种智慧也好，技能也好。那这种人他是不服管的，也叫做自我独立经营者。那么这样的人里头有相当一部分，他也是为了谋生嘛。也就是这个也就像草原上的，不知是算是狼啊还是大公羊啊，它为了生存，所以它到处寻觅找食、自我保护的一种状态。我们也不能说反骨耳就不好，那反骨耳的那么优点在哪里呢？鬼点子多，就是 idea 比较多 ，many idea。这两个耳朵使劲翻着长，说无数 idea， 啊。但是有好主意不一定有好行为，有好主意有好行为不一定有很多钱财属于你，这还要看综合的项的评价啊。所以光反骨没用的，但有些人成天造反，跟谁跟谁反，但是永远做学徒。咱学了一点，比如说我从美容行业干3年，说老子不干了，我让你赚钱吗？我才不为你服务，不给你打工，走了。干嘛去电子行业？到电子行业干了3年，说没学懂啊，没学懂，再找个别的捏脚去吧。说捏脚不行，哇，太低贱了。干了3年之后没学好，说我给你正骨去，正骨不行，剃头，反正一定要跳。说反骨的弱点呢是没长性，优点呢主意多。但是如果是一个老板，希望长期用人的这样的人，就容易跑路。有人说人是感情动物，我告诉你朋友们，很多人因为钱而无情啊，不是谁你都可以养暖和的。为啥我们无论各国的百姓喜欢养的动物就是狗，对不对？直白喜欢养的狗和猫，尤其是狗表现出对主人的热情，甚至维护保护主人的利益，对不对？所以呢，狗呢就容易和人合作。狗很少去咬伤主人，除非那个狗也有的就是疯了，那脑神经有问题了。人也会有精神病，狗也一样得。遇上这种狗算你倒霉。但是多数的狗是不咬主人的，它是配合主人的，对不对？所以人就说养一个坏人不如养条狗。所以有时候养亲儿子不如养条狗。狗你喂它3天，它护你一辈子，是吧？人呢，你养它30年，它可能咬死你，都是有可能的。尤其是有反骨的人。所以2个耳朵都有反骨的时候，它特别适合自我经营自我，
是我就是老板，我就是我的产品就是我的产品就是我的容貌。当然，也有艺术家说我的产品就是我的绘画啊，就是这样。所以梵谷尔的明星贼多了，你养不热的。今天的给你热，仅仅是表演而已，谁忠诚你呢？以此类推，在婚姻之中呢，他也许容易发现新事物，你就多接受就好了，是不是啊？你是个女的，给你多找几个兄弟也不是坏事。就是反正就是这样的哈，小心。但是这样梵谷尔的人要修的什么？修的是感恩和忠诚。你只有感恩，才会变得忠诚。因为梵谷尔呢，就是容易说因材而断义嘛，所以我们学习也这个善良慈悲的感恩的精神不要跟谁反谁，要学会有长性。反正多数梵谷尔很难养到持久就是你对他那么好，他算他的账，他觉得不划算，也许是有的各算各的账的话就是这样。所以从老板来说你看我白养了，从他自己来说我不受你剥削也可能反正就是说这种耳型是有这种特性。也同样说，比如说我们3个人都给这个老板打工，像我这种耳朵就算是忠诚耳，就跟谁向着谁，跟谁爱着谁。他不是法官，不需要去公平，就是你养我，我就忠诚于你，我就像条狗。但是我信佛的时候，我也像一条狗，我就信佛。别人劝我信很多东西，我就没改过就是习惯于忠诚。这忠诚也省事儿，也总是叛变，再打入敌人内部，这右翼上都是什么神各种的，也挺吓人的，是吧？别那么改了。好了，这是耳朵的反骨。那但是耳相不好当中有若干种相，是吧？还有一种呢，缺少轮廓的无智耳。因为耳朵它是通常有这里头这一块里头突出的这个棱这里这一块也叫耳朵上的心轮耳朵中央这个位置隆起的这个里头隆起的这个部分叫心轮。心轮呢对应着胸膈。谁杀过猪？举手。你没杀过猪，你怎么知道胸膈在哪里啊？我告诉大家就是我们有肺的动物，反正有肺的动物，它是2大空间，在肚子里2大空间是分开的，一个叫胸腔，一个叫腹腔。胸腔呢就是心肺呼吸道，就是呼吸道呼吸类加心脏这是胸腔里头的内脏。下面呢就是通常我们所说的胸口窝嘛，就是你的胸口这儿有个骨头，中间有个叉，对不对？从这儿往下中间呢有个隔板，这个隔板就是一层薄薄的肉，这叫胸膈。胸膈的下面这个区域当中就是肠胃肝脾肾排泄器官生殖器官下的这个区域。那么在耳朵上来说对应一个人体，那这个中间隆起的这一道，我是叫耳廓这一块，就代表着是胸膈那一片肉。这个隆起的耳廓的下端这一带代表着胸腔。大家能理解吗？耳朵，我们最好找出个图来。耳朵，正常人的耳朵，耳朵在中央部位有个内部隆起的一圈横插过来，那个部分就叫胸膈。由这个胸膈在耳朵上也分清了上下的关系。有这个隔断的这个耳廓靠上侧
大家看到了吗？耳朵要上头一点，一个隆起的一个地方，见了吗？看到照片了吗？这是耳朵，这个女人耳朵，耳朵眼挨着耳朵眼上面一点有个隆起的，一直到耳朵外头这个圈来，那就是所谓的耳廓。耳廓当中的那个膈，就是胸膈。那个地方往上的、往里面的空间是腹腔，在腹腔代表着腹腔，腹腔里头有几个点代表着不同的内脏。那么在那条线到耳朵眼，一直到下头这个里面这个窝这个坑这里头，就是胸腔。胸腔一直到耳垂，分别带着头、五官、心脏、肺。我们因为提前没做那么多的准备哈，大家没想到我讲这么多。你不用照我，你找出耳朵来。大概就是这样哈，耳朵眼儿，用耳朵眼，你这个耳朵掏耳朵的耳朵眼，往上的区域属于里面有坑的部分，就是腹腔，就是肚子消化系统。耳朵眼周围里面像个喇叭坑一样，像个锅一样，那个区域是胸腔。耳垂是五官和头，这听懂了哈？刚才画那个耳朵圈那个，上头画的那个圈儿，那个区域叫做耳朵三角区。耳朵三角区是代表着生殖区。那个区当中，如果出现了不好的记号，就可能是生殖这个器官可能有问题。可以透露一点这个。那么反过来说，耳朵眼这个小锅里头，耳朵眼和靠下头这个区域当中，对，靠下头这个区域当中哈，如果出现了颜色的问题，或者起来的包包的问题，如果不是正常的和耳朵周围不同正常的颜色的话，就可能代表着你的胸腔的问题。再接下来就是剩下耳垂的部分，这长得磕磕巴巴呀，有一些特殊的纹路啊，它又代表着不同的内容哈。尤其是之前我们讲的耳垂有个45度的一个斜线，是阎王爷3把刀之中的，我记得是第2把是吧？一个45度斜角，那代表着什么呢？心脑血管中的脑血管障碍。为什么脑血管在耳垂上显现呢？因为那一段就代表人的头部。当脑血管要堵塞不堵塞的时候，会在那里有所表现，就像一个温度表，就在那儿显出来了。在这个耳朵上还能看到肿瘤啊、脊椎摔断呐、盆骨摔坏呀、脖子痛啊等等，这些知识都在里头。那么这2个耳朵，它还对应着人的肾脏。耳朵大的，肾大或者肾能量足，它与元气、生殖能力，还有供应五脏的这个能量，这个源头，这是叫发动机的话，这个发动机比较大，就比较好。耳朵小的，这个能量就可能供应不足。所以你这个人，比如说五官长得很帅，耳朵又非常小，你的好命你不会到老。这样，
好看归好看，聪明归聪明，但是活不到老也挺遗憾的呀。或者你的好命不会到老啊，半路会出问题。我看好几个明星，有运动明星，有这个影视明星，这些名人有很多半路出事的，有的是出问题，有的是去世了，啊，但是这里头出问题的多数耳朵有问题，从外形一看就特别小，啊，说这个能量不够支撑他。那有人说他既然是明星的话，很有钱，很有钱买啊，你的元气是买不来的。这个元气叫什么呢？叫生命的能量。所以跟我修行，不管是走八卦的，还是给我进行禅修的，它就是提升生命的能量，你就容易得到健康和长寿啊。你不管多聪明，你没有命了，你有什么用啊？是不是那个美国的那个叫国际一级的运动员，那多有钱呢？那半路横死，你再看那个耳朵就完了，太小了。当一个名人出大事的时候，我有空我就会研究他的这个命相，我觉得真有问题。虽然有点马后炮哈，那他也不死，我们没空去研究他呀。说一死了，觉得那研究一下吧，这么年轻，怎么突然横死死了嘞？一看确实是有大问题。那你要提前说你这样会夭折，他不找人干掉我算怪呢。这我就认识他也不敢说，这不能说，这耳朵贼小。你这明星大家多喜欢呢，篮球明星去世了，那飞机失事吧，是吧？能看到这照片，那个耳朵小吧？对，就是这个能量不足以支撑。就在这种情况下，人已经是国际明星不得了了，但是好命不长啊。这是麻烦哈。很深的，每一个五官中每一关都很深，每一关都代表着整个人生的全部，所以五官全部凑起来都是个好字的话，太不容易了。很多人都是就有点像缺衣少穿一样，不是这里差一点，就是那里差一点，完美的很少。但是多数几关好，比如说人身上有2、3关好，都比一般人要富贵要好。那5个关都好的话，就是有4个关都比较好的话，你或者你的后代都会大富大贵。它是有持续性的，应该叫延续性的。说如果你争不来这样的一个好命，你一定会创造将来这样优质的后代，而产生这样的好命，是吧？大家早知道好呀，多做功德。是吧？为什么就你那个，是吧？生出来这个孩子不争气呢？为什么人家生出来孩子就不用那么操心，又很棒呢？它也是一个命相学啊，因果哲学。我看。